臭氧层空洞咋现在没人提了？在30年前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差点被人类亲手戳穿。科学家当时就预言，到2050年它就会彻底消失，到时候紫外线能直接烤焦皮肤，改写人类 DNA。可现在呢，这个曾经的死亡空洞居然在偷偷愈合。1982年10月的南极暴风雪跟泼下来似的，科学家约瑟夫·法曼裹着3层防寒服，正摆弄一台老掉牙的仪器。他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测大气层里的臭氧含量。可屏幕上跳出的数字让他当场就愣在原地，臭氧浓度居然比正常水平少了40%，这破机器肯定坏了。约瑟夫心里直犯嘀咕，毕竟这仪器用了好些年，再说真要是臭氧少了这么多，NASA 那些绕着地球转的卫星早就该尖叫报警了吧。他摇摇头，没多想，收拾东西就回了家。到了第2年10月，约瑟夫特意带了台全新的仪器重返南极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新仪器测出来的数让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臭氧不仅没涨回来，反而比去年还少了一截，总不能新机器也坏了吧？他还是不敢相信，又琢磨着会不会是测量地点的问题。1984年10月，约瑟夫特意跑到160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科考站，当他把仪器架起来，屏幕上的数字直接让他后背发凉，臭氧含量还在跌。这时候他才猛地意识到不对劲，这不是仪器的问题，是地球的臭氧层出了大麻烦。他揣着所有数据火急火燎冲进 NASA， 科学家们一开始还半信半疑，调出卫星存档数据一看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1979年的南极上空，臭氧层还是完整的防护盾，1980年就开始冒出一块块蓝色斑点，1982年一个清晰的洞已经成型，到1984年这个洞已经扩大到和美国本土差不多大了。消息一出，全世界都炸了。要知道，臭氧这东西别看含量少，却是地球的防晒伞啊。简单说，臭氧是由3个氧原子组成的气体，主要飘在15到35公里高的大气层里。它的浓度有多低？最高的地方也才 0.0015%， 相当于100万个空气分子里只有15个臭氧分子。可就是这一点点臭氧，能硬生生挡住太阳最致命的紫外线。你知道吗？太阳发射的紫外线分3类， UVC 最毒，能直接破坏 DNA，UVB 次之，会晒伤皮肤，引发白内障， UVA 相对温和，但也能加速衰老。咱们的臭氧层能把 UVC 和大部分 UVB 都拦下来，可要是它变薄甚至消失，这些死亡射线不就毫无阻拦地冲下来了？更可怕的是，6亿年前臭氧层没形成的时候，地球上的生命只能躲在深海里苟活，只有海水能挡住致命辐射。后来臭氧层出现了，生命才敢慢慢爬到浅海，最后登上陆地。说白了，没有臭氧就没有今天的人类。可这臭氧层的洞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答案你绝对想不到，居然藏在你爷爷的发胶、你爸爸的剃须泡还有老冰箱里，一种叫氟利昂的化学物质。1974年就有3位科学家发表论文说氟利昂会破坏臭氧层，可当时没人信啊，因为氟利昂这东西太好用了，稳定无毒还便宜，被广泛用在制冷、发泡、清洁这些方方面面。但没人想到这东西在地面上老实，一旦飘到高空就会被太阳辐射拆解开，释放出氯原子，这才是臭氧的天敌。这里面藏着个致命的循环，氯原子先跟臭氧反应，把它拆成氧气和一氧化氯，然后一氧化氯再碰到空气中的单个氧原子，又会变成氧气，同时把氯原子吐出来。这意味着啥？一个氯原子能反复破坏成千上万的臭氧分子，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臭氧粉碎机。科学家原本预测到2099年氟利昂也就破坏2到4%的臭氧，可约瑟夫的发现直接打脸，南极上空已经少了1/3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为啥臭氧空洞偏偏在南极最严重？后来才搞明白，关键是南极的极地平流层云。这种云只有在-78摄氏度以下才会形成，云滴里混着硝酸和硫酸，就像给氯原子提供了反应舞台，让它们能更疯狂地破坏臭氧。而北极虽然也冷，但很少能达到这么低的温度，所以空洞没那么明显。这下所有人都慌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不仅南极，全球的臭氧层都会崩溃。但没想到人类这次居然没扯皮。1985年发现问题，1987年就签了蒙特利尔议定书，1989年正式生效。更牛的是，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所有198个成员国都批准的条约，大家一致同意全面禁用氟利昂，改用对臭氧无害的氢氟烃。你猜后来怎么样？到2014年，全球氟利昂消费量从80万吨直接跌到156吨，99%的氟利昂都给禁得差不多了。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全球环保合作。当然了，效果不会立竿见影。2000年臭氧空洞达到了最大，足3000万平方公里，比整个中国加美国还大。但好在努力没白费。2023年联合国报告说，到2040年臭氧层会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，2045年北极的臭氧空洞会彻底消失，到2066年南极上空也会回到正常状态。更意外的是，禁用氟利昂还顺便帮了气候一把。如果一直用下去，现在全球气温会比实际高 2.5 摄氏度，极端天气只会更疯狂。不过现在又有了新问题，替代氟利昂的氢氟烃虽然不破坏臭氧，却是超级温室气体，吸热能力是二氧化碳的上千倍，所以2016年它也被列入了管控名单，未来30年要逐步淘汰。
臭氧层空洞曾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但因为全世界放下分歧，联手行动，我们居然真的把它救了回来。现在全球气候变化成了新的大挑战，你觉得这次我们还能像拯救臭氧层一样团结起来解决问题吗？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哦，对了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给老胡点赞关注，这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